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我是一彩，和你一起了解生活，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不建议中年女人穿这3种裙子，不仅大妈味十足，还很掉档次。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女人在选择服饰时应格外留心，即使已过中年，也不要放弃追求时尚。只要我们坚持精致而得体的着装风格，无论年龄多大，都能拥有令人惊艳的美丽。因此，在挑选衣物时，特别是裙子，要特别注意，不要为了追求潮流，选择那些并不适合自己身材和气质的款式。这期咖啡屋，我们就来聊聊那些看似时尚，却会让我们瞬间显得老气的裙子。别以为穿上裙子就能显得年轻，选择不当反而会让你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出10岁。中年女人务必要远离这3种裙子，看着廉价又俗气。颜色太花哨油腻的裙子，那些花里胡哨满身印花的裙子，虽然看起来挺喜庆，但穿在我们这些中年女人身上就不太合适了。因为这种满身花的裙子会让人一眼就看出我们的年龄，甚至还会显得比实际年龄大。即使30岁的女人穿上这种裙子，别人也会以为你快50了。中年女人穿衣服要讲究简约而不简单，颜色要素雅，款式要得体，这样才能既显年轻又不失优雅。颜色太暗沉的花裙，瞬间显老10岁。太花哨的裙子是大家一定要远离的款式，那些颜色比较深沉的花卉图案看起来挺有复古韵味，但对于中年女人来说，并不是最佳选择。深色系的花卉图案裙子会让肤色显得更加没有光泽，再加上复杂的花纹设计，会让我们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老。所以挑选衣服时，我们还是应该选择那些简单大方，能够衬托我们气质的款式。颜色太艳丽的花裙子，容易显得浮夸，视觉疲劳。说完了那些暗沉的花裙子，我们再来聊聊那些颜色过于鲜艳的花裙子，比如红得像火，绿得像草的花裙子，穿在我们这些中年女人身上就有些过了。过于鲜艳的颜色会让人觉得我们显得过于浮夸，不够稳重。此外，这种颜色过于强烈的花裙子很容易让人产生视觉疲劳，看久了反而会让人觉得俗气。所以在选择花裙子时，我们还是应该选择一些颜色柔和、图案简洁的款式，这样既能展现我们的优雅气质，又不会显得过于张扬。颜色明度过高的裙子显黑又老土。穿着颜色明度特别高的裙子，确实会让人眼前一亮。然而，这种亮度特别高的颜色有时候会让我们看起来更加黑黄。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状态往往不如年轻时那么好。这样一来，对比之下反而会显得更加衰老。此外，这种特别亮的颜色有时会给人一种廉价的感觉，让人觉得特别老土。质感过于廉价的裙子会拉低造型的档次。最后就是那些质量特别差的裙子，很多人会被低廉的价格所吸引，但千万不要只看价格就急于购买。那些面料粗糙、做工马虎的裙子，一旦穿在身上，问题就暴露无遗了。不仅穿起来不舒服，而且很容易让人看起来很廉价。对于中年女人来说，选择裙子更应该注重物有所值，宁愿少买几条，也要确保买到质量上乘、面料舒适的裙子，这样才能穿出品味和气质。裙子的选款步骤要按照这4方面来。裙子的颜色。挑选裙子的颜色确实是一门需要细心研究的学问，特别是对于中年女人来说，不能随意挑选，必须根据自己的肤色和气质来决定。
首先要选择那些能够衬托自己肤色的颜色。举个例子，如果皮肤偏黄的女人，可以选择一些驼色、杏色的裙子，这些颜色能够中和肤色，让人看起来更加健康，同时也显得特别高级。其次，要选择适合自己气质的颜色，比如性格比较活泼开朗的女人，可以选择一些明亮的颜色，如浅蓝、淡粉等，这样可以更好地展现她们的活力和朝气。而对于那些性格比较沉稳、内敛的女人，可以选择一些深沉的颜色，如深蓝、墨绿等，这样可以显得成熟稳重。2. 裙子的质感。一条裙子的质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档次和品质。那些面料低劣、做工粗糙的裙子，一旦穿在身上，就会显得特别廉价，毫无品味可言。相反，选择那些面料舒适、做工精细的裙子，例如丝绸、真丝这类的面料，就特别适合我们中年女人。穿在身上不仅柔软舒适，而且看起来特别高级。3. 裙子的版型。1. 苹果型身材。苹果型身材的特点是上半身相对较宽，尤其是腰部和腹部容易堆积赘肉，而四肢则相对纤细。为了平衡这种身材比例，建议选择高腰设计的裙子。高腰裙不仅能有效拉长下半身的比例，还能巧妙地遮掩腰部和腹部的赘肉。通过这种设计，可以让整体身材看起来更加和谐，从而达到视觉上的匀称和修长效果。2. 梨形身材。梨形身材的特点是上半身相对较瘦，而下半身则显得宽胖，尤其是臀部和大腿部分较为突出。为了平衡这种身材比例，建议选择裙摆较宽的长裙。这种款式的裙子能够有效地弱化臀部和大腿的宽度，同时长裙还能巧妙地突出上半身的纤细感，掩盖身材的不足，展现出更加优美的身姿。3. 沙漏型身材。沙漏型身材被许多人认为是一种相对理想和完美的体型。这种身材的特点在于胸部、腿部和臀部的曲线凹凸有致，呈现出一种迷人的弧度，尤其是腰部的曲线非常明显，既纤细又富有弹性，给人一种柔美的感觉。肩膀与臀部的宽度基本保持一致，整体呈现出一种优雅的沙漏状。这种身材在视觉上给人一种和谐而均衡的美感。对于拥有沙漏型身材的女人来说，建议选择能够凸显腰部曲线的裙子，例如修身连衣裙。这类裙子的设计往往能够很好地贴合身体的曲线，特别是腰部的剪裁，能够完美地展现出沙漏型身材的迷人之处。此外，选择高腰设计的裙子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高腰线能够进一步拉长下半身的比例，使腿部看起来更加修长。同时，适当的裙摆长度也很重要，过长或过短的裙摆都会影响整体的视觉效果。在颜色和图案的选择上，建议选择一些能够突出身材优势的颜色和简洁的图案，避免过于繁复的图案和鲜艳的颜色，以免分散注意力，影响整体的协调感。4. 裙子的花色。随着岁月的流逝，女人的审美观念往往会变得更加成熟和深思熟虑，她们对美的追求也会变得更加多元化和丰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中年女人实际上比年轻的女孩更加偏爱那些带有花色的裙子。然而，花色裙子的选择需要谨慎，因为一旦选错了，就容易显得突兀花哨，甚至给人一种过于浮夸的感觉。相反，如果能够恰当地选择花色裙子，它们就能够展现出减龄的效果，同时还能彰显出一种独特的格调和品味。因此，问题并不在于花色裙子本身是否可选，而在于如何根据自己的个人风格和气质来选择合适的花色裙子，
这里分享个小妙招，可根据你的五官来选择花色。一、五官浓颜系选择大花色。五官浓颜系的女人往往拥有鲜明的面部特征，例如深邃的眼眸和高挺的鼻梁。大花图案的裙子以其引人注目的图案和色彩，能够进一步凸显这些五官特点，使得整体形象在视觉上显得更加鲜明和立体。以迪丽热巴为例，她作为浓颜系的代表，五官深邃而立体，面部线条分明，轮廓清晰，散发出一种力量感的美感。当她身着大花图案的裙装时，五官的立体感和精致度更是得到了凸显，令人眼前一亮。二、五官淡颜系选择小花色。淡颜系的五官往往分布较为疏散，面部轮廓平滑，骨骼的立体感不强，给人一种柔和而温婉的印象。小花图案的裙子，以其细腻精致的花纹和柔和的色调，能够与淡颜系的五官形成和谐的搭配，使得整体形象更加协调一致。刘诗诗被誉为内娱淡颜系的典范，她的五官展现了典型的东方美人的特质，面部轮廓柔和，留白恰到好处，令人百看不厌。她穿着小碎花裙时，更能营造出一种温婉而迷人的气质。相反，过于鲜艳的大花图案会与她淡雅的面部特征显得不协调。小碎花裙则巧妙地规避了这一问题，使得整体造型更显自然，散发出独特的东方魅力。三、建议穿这3种裙子。裙子是女人衣橱中的必备单品，那如何正确穿裙子来修饰我们的身材，做到展现自我风格的同时也凸显出自信呢？一、穿过膝长裙。过膝长裙与膝上裙区别。俗话说，年轻女孩适合穿短裙，大龄女人最好选择长裙。短裙本身散发出一种青春洋溢的气息，对于那些正值妙龄的少女们来说，穿上短裙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几乎没有任何违和感。然而中年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如果在这个年龄段仍然选择穿着短裙，往往会不经意间暴露出身材上的各种缺陷。不仅如此，这种搭配还可能会给人一种刻意扮嫩的感觉，显得有些不自然。我们来看组对比图。40岁后，穿上短裙往往会给人一种与实际年龄不相称的违和感。即便我们选择了最为低调的黑色短裙，那种刻意扮嫩的感觉依然难以掩饰。事实上，到了中年阶段，大多数人都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身材发福和局部肥胖的问题，这使得短裙很难穿出优雅的气质和美感。相反，长裙则能够巧妙地拉长腿部线条，有效地遮盖中年女人常见的腿部问题，如腿型不直、腿部肌肉松弛等。这样一来，整体的身形看起来会更加匀称和修长。二、可以根据自身腿型特点选择长度。如果你的小腿稍微有些粗壮，建议选择裙长在小腿肚以下5公分的位置，这样可以有效地遮盖住小腿的粗壮部分，从而在视觉上显得更加纤细。如果你的小腿线条优美，腿型好看，那么可以选择裙长在膝盖以下5公分的位置。长裙所散发出的温婉气质与中年女人所特有的成熟魅力，两者之间相得益彰，完美融合。在炎热的夏季，长裙不仅能够有效地遮挡阳光直射，从而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保护我们的肌肤，同时还能够修饰我们下半身的身材线条，使我们的身形看起来更加匀称和谐。穿上长裙的中年女人，整体气质显得格外优雅大方，举手投足间都流露出一种从容不迫的自信与风范。85岁的国民奶奶吴彦姝，无论是在私下生活中，还是在参加各种重大活动时，总是会选择一袭温柔的长裙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
她的长裙过膝但不过踝，恰到好处地露出整个腿部线条中最纤细的脚踝位置。这样的穿着不仅显得她整个人高贵知性，而且还能展现出她的身材优势。岁月虽然在她的脸上留下了些许痕迹，但这些痕迹并没有削弱她的魅力，反而让她的内心变得更加平静，散发出一种独属于东方的雍容大气之美。2. 穿有筋骨感的裙子。对于追求气质与韵味的中年女人来说，选择一件具有筋骨感的裙子是至关重要的。所谓筋骨感，实际上是指裙子的有型。这种裙子在剪裁和面料的选择上都注重展现挺阔度和线条感，从而让穿着者显得更加挺拔和有型。1. A 字裙。大龄女人大部分身材较为丰满，然而 A 字裙的设计特点恰恰是从腰部开始逐渐向外扩张，这种的设计能够有效地遮掩大腿和臀部的赘肉。此外， A 字裙的高腰设计还具有拉长腿部线条的神奇效果，使得身材看起来更加高挑。2. 直筒裙。直筒裙因其独特的设计，对女人身材的包容性极强。这种裙子的宽松剪裁和流畅的线条会弱化身体的曲线，从而达到显瘦的效果。特别是对于那些臀部较为宽大或大腿较为粗壮的女人，直筒裙无疑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直筒裙的款式多样，无论是经典的纯色系，还是带有各种图案和印花的设计，很多人都能轻松驾驭，从而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穿搭选择。这两类具有筋骨感的裙子，特别适合大龄女人的审美需求和身形特点。它们在设计上巧妙地帮助女人隐藏身材上的小瑕疵，同时优化整体比例，堪称是藏肉和美化身形的绝佳选择。无论是搭配正式的职业装还是轻松的休闲装，这些裙子都能在保证穿搭舒适度的同时，完美地展现出中年女人的成熟魅力和知性气质。3. 穿色彩优雅的裙子。1. 尽量避免高饱和的明艳色彩。高饱和色系虽然吸睛，但它们对穿着者的肤色和整体气质要求很高。对于年纪稍大的女人来说，她们的皮肤往往不如年轻时那么光鲜亮丽，可能会显得暗淡无光，甚至有些泛黄。在这种情况下，穿着高饱和度的颜色会让她们看起来不够优雅，甚至给人一种过于俗气的感觉。这样的打扮会无意中加重人们所说的大妈味，也就是那种不太时尚、略显老气的风格。步入中年，女人的气质往往会变得更加成熟和内敛。在这个阶段，过于鲜艳的颜色会给人一种过于活泼的感觉，这和我们追求的成熟气质不太相符。如果穿上了这些高饱和色系的衣服，可能会让人感觉有些不自然，好像和自己的年龄不太搭调。比如左边的女士，她的整体肤色看起来并不特别白皙，如果穿上那些亮色的衣服，反而会显得有些俗气和老气。从近处看，这些颜色在视觉上还会让人显得更加臃肿，无形中放大了身材上的小缺点，给人一种强行装嫩的感觉。相比之下，右边的女士选择了一条淡雅的碎花裙，这样的衣服让她看起来更加稳重和优雅，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风格的服饰更能衬托出中年女人的独特魅力，让人觉得既得体又大方。2. 低饱和度的纯色系。更显气质低饱和度色系通常不会过于刺眼，给人一种柔和的感觉。最经典的低饱和度色系就是黑、白、灰，其次如深蓝、米白、浅灰等。低饱和度的色彩通常不会对人的肤色产生过于强烈和明显的对比效果，反而能够以一种柔和的方式衬托出肤色的自然美感。特别是对于那些肤色偏黄或偏暗的中年女人，选择低饱和度色系的裙子会显得尤为合适。
这类色彩不仅能够使肤色看起来更加自然和健康，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整体的气质。即使在没有精致妆容的加持下，低饱和度色系的裙子也能让它们散发出一种沉静而素雅的韵味。猪猪穿着一件米灰色的连衣裙，脚踩一双白色的凉拖鞋，她的装扮既简单又显得年轻，完全看不出她已经40多岁了。这种低饱和度的色彩搭配，通常会给人一种高贵典雅的感觉。这种高贵并不是依靠鲜艳的颜色或者复杂的装饰来展现的，而是通过衣服的简洁剪裁和精细的细节设计来营造出来的。4. 这些裙子的穿搭技巧非常值得学习。1. 选择能露出脚背的裙子搭配长裙。对于中年女人来说，选择合适的长裙穿着时需要特别注意一些细节，因为如果搭配不当，不仅无法达到预期的显高效果，反而会让身材显得更加矮小。在挑选长裙时，尽量选择那些能够露出脚背的浅口鞋。露出脚背的鞋子可以在视觉上起到拉长腿部线条的作用，从而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高挑和修长。此外，露出脚背的浅口鞋还能为整体造型增添一份轻盈感，不会显得过于笨重和沉闷。这种细节上的处理不仅能够提升整体的时尚感，还能调整身材比例。2. 选择能露出手臂的上衣或连衣裙。在讨论了下半身的着装技巧之后，让我们再把焦点转向上半身。适当展示手臂不仅能够增加整体造型的轻盈感，还能在视觉上起到显高的作用。然而，对于中年女人来说，展示手臂时需要格外注意分寸，避免过度暴露。选择那些袖口设计得体的上衣或连衣裙，既能恰到好处地露出手臂线条，又不会显得过于暴露，从而保持整体造型的时尚感和得体性。这样一来，你穿上这些衣服出门时，不仅美丽动人，还能充满自信。3. 配饰点缀，提升造型的精致感。要想真正穿出高级感，还得讲究配饰的选择和搭配。一个精致的配饰不仅能让整个造型更加完整，还能提升整体的时尚度，使其更具魅力。不过，在选择配饰时，一定要根据裙子的风格来挑选，这样才能达到最佳的搭配效果。比如说，如果是一条简约风格的裙子，你可以选择一条精致的项链或者一个优雅的手表来点缀。其次，要注意配饰的质感。对于咱们中年女人来说，可不能戴那些廉价的饰品，因为廉价的饰品不仅无法提升整体造型的档次，反而会显得有些俗气。因此，要选择一些质感好的配饰，这样才能真正提升整体造型的档次，使其更具品味。无论是金属的光泽还是珠宝的璀璨，都能为你的整体造型增添一份魅力。中年女人在选择裙子时，切忌随意挑选，放弃那些色彩过于繁复、质地低劣的款式，选择那些色彩朴素、质地优良的裙子，再进行合适的搭配，外出时必定是美丽无边。好了，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或者看后有所醒悟，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欢迎留言和投稿，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下期节目见。